也许毒害令堂的，就是你一直最敬爱，也最意想不到的人。藏海，你畜生！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？这个世啊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你为了杀我爹，竟要挖我娘的坟！你为达目的捏造谎言，你丧心病狂！那我问你，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陵园的东南面？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，还如此的简陋。她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？你闭嘴！最重要的是，你娘去世这么久，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她？为何？啊！你还欺负别人？看这画，是不是如我所说？你若是不信他有剧毒，你有没有胆量将他吃了？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滚！明日祭祖的时候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那只独领南青是你放的吧？猜测无凭，总要让你亲眼见着才是。先夫人没有地宫，只是简葬，只有棺没有椁，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。生有宣冕、福位、古禄、田宅之分，死有棺椁、小寝、矿垄之助。很难想象，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。我要开棺了，你若是不忍看，可以去上面等我。不用，这是我娘。来，3、2、
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，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比，明显要小一些。他的左手手腕骨也是畸形的。令堂去世前，可有全身无力、头晕头痛、四肢麻木的症状。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，请了大夫也不见好，之后便每况愈下，整日头晕恶心，精神不振，到了最后，甚至常会说胡话，浑身抽搐，疼痛难忍。那就对了，这正是毒理南星中毒的症状。毒理南星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骨骼缩小畸变。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，便是毒已入脑，是中毒最深的表现。你肯定吗？我从小跟着师傅耳濡目染，不会有误。我想，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，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种子伴着尸液进到了土里面，才会生根发芽。我娘一生与人为善，委屈到自己咽进肚子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人呢，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。这毒，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，需长期服下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。也就是说，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，外人不可能做到长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。我昨日让你在祭礼上看看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蒋相，府中的吃穿用住都是他管着，而我娘，就是回到京城1年后才开始生病的。一开始，府中请了许多大夫，治了许久都不见好，病反而越来越重了。我很着急，我也不玩了，我天天陪在他身边，哪儿都不去。可他再也没有好起来过。后来，我去找爹，爹也不肯见他。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我娘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的宠爱，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将我们母子俩弃如敝履？我昨夜在你娘的坟上看见这花，就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之前在侯府打听过你的事儿，下人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说是你娘背叛了你爹。你娘借身体不适为由，与一名药郎过从甚密，两人暗通款曲。胡说八道！我娘深爱我爹，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蒋相身边曾经有一个不起眼的侍女，5年前因为犯了事儿被赶出了侯府。今日我让人找到了她，并问出了真相。你娘与药郎的事儿，正是当年她在蒋相的授意下散布的谣言。要毁掉一个女人，破坏她的贞洁，是千百年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。你若是还不相信，我可以把此人交给你，你自己去问。我爹，他知道吗？我查过了，侯爷回京不久，皇上收了他的兵权。他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，急需蒋相的父亲礼部尚书蒋敬的帮助。在权势面前，他选择了蒋相。恐怕就是从那时开始，逐渐冷落你娘的。而蒋相
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娘暗中下毒的。至于侯爷有没有参与下毒，自然是有办法查清楚的。就是看你是愿意继续查下去，还是愿意一辈子装聋作哑。我爹见过他，他知道的，他什么都知道。1年之内，我要让他成为平津侯最信任的儿子。等他从平津侯那儿获悉谁是第3人以后，我再行复仇之计。就算如你所愿，万一到最后他什么话都套不出来怎么办？你能等吗？恩公的话点醒了我，我蛰伏10年，不是为了一朝一夕的成败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更加周密。嘉海，我跟你说说曹敬贤的事儿吧。他与平津侯表面上就是官场来往，而庄知府现任工部侍郎，时常会修葺皇家园林，这中间免不了司礼监批示。我猜啊，庄知府贪污的那些银子，有许多都落到曹敬贤口袋了。意料之中。而且他身边守卫密不透风，他除了去皇宫，平日里就待在京中司礼。想要接近他，难如登天呀。不过2个月之后，倒是有一个机会。师傅，您说的是？朝廷举办的布打球赛，意在强健大庸男子体魄，更是受到京中世家公子们的追崇。每年的冠首，司礼监掌印太监会替皇上出面为其授奖，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见到曹敬贤。这个机会来的正是时候。你这套无敌拳，整天翻来覆去的练，腻不腻？你换一套。你是徒弟，他是师傅，你倒在这儿享上福了。智奴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跟你说的？从今以后都要叫我曾海。这不是庄二公子吗？你认识我呀，先生？你让我从府里出来，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要让你在这儿习武。既然你要重夺平津侯的欢心，那你大哥那条路就肯定不能走了，得另辟蹊径，得让你爹觉得你有继承他衣钵，成为武将的可能。石雷，哎，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练武的材料？好嘞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他可是平津侯的儿子，你把他带过来，你不怕自己身份暴露啊？他知道我身份了，那自然也是知道你的身份了。那你还留他性命干嘛呀？哦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已与我结盟，这段日子他都会在这儿练武。你一定得让史雷好好教他。徒儿，他比你有筋骨，是个练武的好料子。你闭嘴！就他整天游手好闲、好逸恶劳的，能行吗？那就得看你们俩的本事了。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们俩了，2个月内，需练出个模样来。先生，咱能不能换个地儿啊？你看这儿破破烂烂的，一个好的桌子都没有。再说，我在哪儿休息啊？所以，
我不说了。先生，就在这儿吧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好好跟着这2位师傅习武。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以后都听我的话。这是你改头换面的第1步，当然我也不能闲着，得在京城替你壮大声势。全心朝下。哥，你这腿蹲不下去啊！来，你看我，这马步得这样啊！知道了。那给我来一口吧，不许偷懒啊！我现在是又渴又饿，给我来一块吧。先练，先练说。转过去，蹲下。